但是如果回到个人来讲你如果个人买0050，假设你的这个心态跟你的资金性质可以符合这个长期性的投资，然后你也愿意长期等待它，我觉得你买0050也是不错的选择。可是有一个关键点如果它真的往下跌的时候，跌20%、30%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还愿意持有它吗？但是清华的永续基金是可以的，为什么？我们的资金性质是可以等，当它回档20、30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最适合、最佳的进场时机，然后我们还会再补它。欢迎收听收看理财小时候，我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多元观点，和你一起学习投资与理财，一起打造出有选择的人生。欢迎大家在 Podcast、YouTube 和 IG 订阅跟追踪我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纪律长赢》这本书的作者林哲群教授。这本书在讲清华校务基金从5000万一路成长到48亿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自己看了很有心得，因为我自己是清华的校友然后我看了，虽然他是讲我学母校的一个校务基金的操盘策略，可是我看了以后，却对我个人投资很有启发。然后它里面有提到，就哈佛这种一流学府也有很多这种用校务办公室来操作校务基金的做法，然后清华也是走这种模式。然后我一路看了非常非常有兴趣。不过我们节目一开始还是请林教授自我介绍一下，也谈谈当初为什么想写这本书。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哲群那很高兴我们主持人也是我们清华的校友，对，感觉上特别的亲切这样子。是，而且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清华，我原本不知道清华有校务基金，而且还做得这么好。我看了，其实就是心目中有一种高兴的感觉。感谢。那你刚刚有提到这个缘起嘛？缘起其实就是高等教育它经费上是比较短缺嘛。那总是希望说看有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一些原本的经费，然后来把它活化。那当时我们就来在市场上看的蛮多的模式那就参考到国外，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哈佛大学或是耶鲁基金。那我们是走自己成立这个投资办公室来做的，一开始是这样开始。清华这种用校务办公室来做这个基金是好，因为我们前年有稍微聊过，我们做法是很特别，我们几乎是台湾前几个这么做的人。是。然后其他学校好像是用比如说把钱投到共同基金或是委外来做。对。那当初清华为什么选择这么自己操盘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是好问题因为一开始回想到2012年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摸索的过程。那我们也没有经验嘛。那的确你刚刚所讲的，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学校在做这种投资的，像台大我想他们应该也是蛮早就在做。那有些的做法就是全委就把它委外给外面的这个投信来帮忙那或者是说有的就自己去买一些共同基金了。那当时我们就在想说，那不晓得还有没有其他的模式嘛？那当时学校就是说，那我们建议看看国外怎么做的。那刚好我们有看到国外在哈佛大学跟耶鲁大学，他们叫做捐赠基金，叫做 endowment。那他们这个pool非常的大。那pool非常的大，我们就好奇它是怎么做的。那大概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说自己成立投资办公室，像耶鲁大学就是自己成立投资办公室，然后他自己有一个投资长，然后再有一个办公室来运作。投资长，对。那哈佛的做法也是类似，但是哈佛是成立公司，它叫做哈佛投资公司，那大概也是100多人来掌控这些资金来做投资。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说，那一开始钱也不多那委外其实一开始这样子自己也没办法去学那些 know how 嘛，那我们就决定说是不是就从内部来开始。觉得这个过程像一开始老师有提到，一开始是5000万，那我看书中写的很精彩然后一开始就是说要成立这个校务基金的事情，是然后找林老师来操盘，校里面多多少少会有点反弹的声音就说那自己做亏损了怎么办？甚至还 challenge 你的 title， 那时候还是副教授，然后你怎么办法承担这个责任？哇，我看了觉得哇，好血淋淋的感觉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那时候决定要自己成立办公室来做这件事情，有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后来是怎么被克服？其实万事起头难嘛，在学校也是相对比较单纯跟比较保守的一个环境里，你要把钱拿去做投资，难免大家有意见不一样，就怕亏损这件事马上就会有。而且我回忆
2013是不是？那时候时空哇，那时候盘势不怎么好，跟现在是完全两码子事。不过2013我们还没有进场 ，OK， 我们大概是2014的也是11月左右。对，因为过去20年我也自己有在投资，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像现在这么夸张。对，现在是非常好的往上嘛。那实际上市场不太像是这样，市场一定都会有 cycle 的。对啊，所以刚刚回到那个问题，那其实这种声音你都要去接受的，因为一开始要把一个事情做好。你一定要多听大家的想法嘛。那如果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沟通。所以我在很多的校级会议里面，就是尽量把这个永续基金的操作的方法跟它的好处跟同仁来做一些沟通。那渐渐的1次、2次、3次，虽然他还不一定完全相信你，因为还没有踏出去嘛。对。但是最起码在说服的过程中、沟通的过程中，那个共识是有凝聚起来的。那大家也是觉得说，那也是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那当然。Challenge 那个抬头是，我觉得也难免嘛，因为很多人嘛，对不对？那你当时副教授的工作应该是要把研究做好，然后赶快升教授嘛。那当然学校来找我协助这个，那当然有时候前辈关心嘛，他是希望说你应该把时间花在研究上，要赶快升教授再来做这个事情，这个也没有错，但是。我当时就是同时做2件事情啊，那后来也升上教授了。OK， 从校友角度过了这十几年嘛，10几年，我觉得老师那时候愿意承接下来，我觉得是非常的棒的一件事情。是，对，因为现在从结果论当然是好的，但是书中有描述很多挑战，我也觉得说哇，那真的是需要一个愿意沟通的人，愿意去负责、去挑战的人才有办法去负责。应该是说。不会畏惧这个挑战，那也愿意扛下责任。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当时应该觉得自己觉得有下定这个决心这样。这个决心我看书上很精彩，下定这个决心，隔年就来了一点股灾，哇塞，太刺激了吧！是，对啊。然后2015年就是中国股灾嘛，老师可不可以描述一下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很多人来关心你这样子？当时我们是2014年11月5号正式进场嘛，那个交易单还有在校史馆。对，我看到那个照片，那书也有把它弄出来，对，这很珍贵的资产。那可是进场没多久之后，因为市场上的一些问题嘛，比如说中国大陆的人民币的大贬，然后那时候我印象中是连续8个月吧，这个账面价值是负的。哇，那你说一开始其实大家还都在摸索的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在那边嘛，你遇到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心中是有一些彷徨无奈嘛。可是总是还是要去想说，我们当时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些标的是怎么选的？那如果选的这些标的，现在市场上算是系统性的风险嘛？如果跟我当初选择这些的标的的初衷，还没有改变的话，那其实跌。不是我们的问题嘛，也不是公司的问题，那就是市场的问题。那这个情况之下，不如先不要做任何的决定，你先 pending 看看，然后如果基本面也不错，那如果你还有资金的话，那个时候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要再加码，再填补一点。那我们当时资金也不是很多，可是的确是有做这一个动作。那等它过后，它反弹的时候，恢复的时候。其实当年度就是一个正的一个报酬，所以2015年虽然报酬不多，好像是3还是4，但是最起码还是正的。就整年度还是正的，整年度还是正的。OK。不过那时候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刚成立、刚投资就遇到这种状况，哇！不过也可以跟有志提一下哈，因为我们当时为什么也不是太恐惧哈，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有了解，我们清华这个校务基金这个可以投资的这个钱啊是。可以等待的，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一笔闲置的资金，暂时用，不是紧急用不到的，会用到，短期如果你紧急会用到，像短期资金，你这样子等待，其实是会出问题，会有流动性的问题。对。然后老师最近也上了一些节目，然后我有去翻那个大家的留言来看就是说，校务基金从5000万升到48亿，好厉害。然后书中有提到，就是说平均报酬率大概就是7-8左右，然后就有网友说。报酬率比0050差，为什么不买0050就好了呢？所以我就带着这个问题来问老师了。可以啊，但是我就讲我的看法，如果有不一样的，大家就包含一下其实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看你要投资一定会有2个，一个是比谁赚得多嘛，那第二个就是说比谁的投资能够比较长远，那谁走得比较稳嘛。
那清华的这个永续基金，我们是选择后者。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个最大的绝对报酬，因为这个对学校来讲，它不一定是它的目标啊。我们要的是一个行远致知嘛，就是可以走得比较久，然后又比较稳定啊。因为0050坦白讲哦，它其实就是台版的一个缩小嘛。那其实里面也都蛮多科技股的啊。你说它其实波动也是有的嘛。它是完全都是高股票性质的这个市场报酬啊。单看某一段时间哦，有可能它的表现就是会非常的好。就像最近这1-2年，它会非常的好。可是市场不是永远都是在多头嘛，它也有是空头的时候。那万一当空头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就要特别要留意嘛。所以我们的 portfolio 里面就是会建制，除了我们也有买0050嘛，可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100%的钱都放在权益市场。对，我们还有流通性的问题啊，还有风险控管啊，还有在市场上波动剧烈的时候，我们的风险承担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的布局一定是要有一些个股，有一些 ETF， 还有一些现金嘛，让我们整体的报酬让我们整体的这个风险是略小于这个0050。也就是说，我们在多头的时候，我不会去跟市场比，我也不会说我们要打败任何一个 ETF 啊。如果0050表现得很好，我们就要祝福它嘛。但是我们在市场上往下跌的时候，实际上来讲，我们是有底蕴的。那我觉得这样子才有办法说走得久，然后走得稳。所以投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也要跟谁比啊？但是如果回到个人来讲哦，你如果个人买0050，假设你的这个心态跟你的资金性质可以符合这个长期性的投资，然后你也愿意长期等待它，我觉得你买0050也是不错的选择。可是有一个关键点啊，如果它真的往下跌的时候，跌20%-30%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还愿意持有它吗？但是清华的永续基金是可以的，为什么？我们的资金性质是可以等的。当它回档20-30%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最适合最佳的进场时机，然后我们还会再补它。所以这两个的操作是完全不太一样。对。我有注意到清华这档基金叫做永续基金。永续基金啊，除了它就是追求长期稳定以外，它还没有其他的含义。永续基金教育就是100年大业嘛。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永续基金？其实国外叫做捐赠基金。那我们永续就是说，我们这个基金成立之后，我们希望不要因为人会退休嘛，也不要因为行政团队的改变，然后这个基金的这个操作的性质啊或定位就不一样。我们要让它永续的下去，然后能够长时间帮学校来赚取一些收益，然后来为这个校务的发展帮助老师、帮助学生来做这个研究跟学业这样子。对。那在选择标的上会比较倾向去找，比如说有社会责任相关的议题的，就是规避掉那些高污染的什么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是要的哈，这个叫做责任投资啊。因为清华毕竟是教育单位嘛，那教育单位你说你不 care 这些，其实市场上会有声音的嘛。那我你说市场上还是校友会 challenge 你？我不会啦，没有，个人比较不会这样。但是如果你是机构法人的话，其实上是会被挑战。是立法院会 challenge 你吗？就书中也有提到嘛，上次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立法院有一个公文来函嘛，就是说有5所国立大学，那刚好清华大学当时持有中钢的股票嘛，那他认为中钢就是属于高污染、高碳排的。对啊，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子嘛，因为你在富时指数里面，人家中钢是有纳入这个永续的一个成分股嘛，那表示人家在这边应该也是做的符合规范啦。但是因为避免一些纷扰嘛，我们也就把它出清。那出清之后，我们学校就当时我印象中应该是2021年的3月份制定的，就是撤资条款，就是我们以后就不投资高污染啊、高碳排、高耗能的这些产业。这些彰显出我们是一个教育的单位，我们对社会还是要有责任的。这样。那我好奇，像学校在投资的时候，比如说他投资的对象就是标的啦，比如说我知道应该会有台股嘛，对啊，我看哈佛还有投资什么新创公司，还有一些什么。我看你上节目还讲了投资森林，对，投资森林。对，那我们像清华的这个永续基金，它投资的标的就只有台股吗？还是有多元
不同的类型？其实主持人问的非常专业因为这个问题最近有人在问我，那我有跟大家说清华现在从5000万它规模成长到48亿，其实就基金性质而言，在放诸四海来看，它也不是算很大，那不是算很大，就不要去想太多的一些其他投资，比如说另类投资等等，因为哈佛大学跟耶鲁大学他们的基金太大了。他如果把钱只放在权益市场，其实胃纳量是不够的，所以他一定要找出路，所以他要找森林的投资啊，不动产的投资啊，或是就像私募参与这个，他也有参与私募，参与校友的新创企业去投资它。所以我当时就我印象中在上个月我就有跟我们同仁说，如果有机会清华的这个基金成长到超过100亿以上我认为可以慢慢的来参与这个校友新创企业的这个投资，因为可以就拨一部分嘛，你拨个10亿也可以啊。那校友做校友的链接嘛，如果校友这个企业有它的 potential 在，那你可以适度的投资它嘛。那假如它未来上柜上市之后，学校也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校友要回馈给学校的好处啊，这是可以的。所以这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等到基金规模成长到100亿的时候，应该要来思考这一点。那清华的永续基金会投资国外的股市吗？比如说美股之类的？其实是可以投，但是我们都没投。对，但是有投 ETF。如果它这个 ETF 它是锁定在海外，这是可以的。比如说美债20 ETF 或美债30，这个是有。但是如果纯粹在美国的股市，我们是没有去。OK。所以这也很奥妙啊。我们从5000万到48亿，我们所投资的这个标的其实是不多的就是以台股为主就是个股跟 ETF 而已。可是你看，只要稳稳的，你把那个制度想清楚，还有资金性质想清楚，纪律要有，其实我们是以实现报酬，这个是7%，我觉得是中规中矩事实上大家可以参考的。OK。所以像学校永续基金呢，它除了投资 ETF 以外，也会投资股票嘛？会啊。那是怎么选择？就是说，因为这不是一个人投资嘛，就不是一个人喜好，而是一个团队，然后去选择，可能还要过一些审核，然后来决定要不要投多少，什么时候可以再加码之类的。对，这是怎么被决定的？是这样。一开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其实股票将近2000档，那你要怎么买？对，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有一些准则。那这些准则，因为学校的这个基金它是属于教育性的基金，它是不可以归零的。我们要先，所以它不能承担波动太大的这些标的嘛。所以我们就有一些准则，比如说我们要的就是市值前100大的，前一年的市值交易量前100大。在这些里面，我们有选殖利率超过60%的，殖利率前60的，前60的，还有股东权益报酬率前50等等这些条件，还有贝塔小于1，那筛出来之后大概不到100档，我们就把这些称作核心的资产。那这些筛出来，我们一看，其实坦白讲，就是一些比较大型全资股，或是体质比较好的公司。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资金性质确定了嘛？那这些被删除的公司不是它不好是说它不符合我们的想要投资的这个精神嘛，对不对？那进来的话，它其实很多风险都排除了。那我资金性质可以等待，那我风险又在可控中，那不就是交给时间嘛？那时间不是说就等在那边我们也不断的随着时间要挹注嘛。那如果它有涨上来的话，我们适当的会处分一些。我们永远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标的不错，我们都会保留一些我们叫做口 holding。就是假设我有1000张好了，我再怎么卖，如果这个标的不错，我就卖大概300-400张。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回补。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没有处分的话，它虽然没有资本利得嘛，可是学校还是想要收股利嘛。因为你的收益就是来自股利跟你的那个资本利得所以你没有处分的时候有股利，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筛选。书中有提到一个很经典的案例，就最近就是台积电表现很好嘛，对。然后书中就有写说，台积电大家其实体质好，然后配股利也不错，成长性也够，然后它的技术实力也非常好。为什么我们要卖？是不是？对，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有处分了一些嘛，有。当然处分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一路在往上去。对，那当初是怎么决定要处分？然后后来看他一路上到这么多，会想要调整，会后悔吗？或者是会想要调整做法吗？那种做法我们叫做再平衡嘛，rebalancing 嘛。那其实就是主要就要讲说市场
过热的时候你要稍微收敛一点，那不好的时候你可以稍微适当的添一些柴火嘛。那你可以看它如果一直涨的话，其实台积电这一块的权重在我们的资产组合里面，它会越来越大，很大，越来越大，其实它的曝险会变大的。所以你本身来讲就要做一些调整的。那调整我刚刚也说了，我们不是全部卖嘛，对，我们一定是部分的。那部分调整就有一些获利嘛，对不对？那它也不是一直涨上去的它也是有回档的时候。那回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度再补回来。那虽然成本会增加，但是增加绝对跟市场上这个价还是有一点落差。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模式来做运作。是可以卖。那为什么要卖？因为你不卖，你也没有那些获利嘛。可是你如果不卖的话，它一直涨，你这台积电的权重占整个portfolio太大，这个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嘛。对，大概是这样子。了解。刚刚有提到的说，最后筛选出100档股票嘛，怎么可能100档都买吗？还是没有？那是怎么再把它决定最后你要投资什么标的？比如说我看书你有写到讲一个贝塔值嘛，对，然后等等也请林教授解释一下，因为贝塔值是什么意思？还有 portfolio 的贝塔值又是什么？因为后来有那个转向，那个原则是有转向的。你如果说按照我们一开始的选股的原则，台积电是没办法进到我们的资产组合。它跟大盘联动太高了。因为台积电的贝塔是大于1嘛，贝塔大于1就是个股跟大盘的那个波动度、联动度嘛，就是大盘如果涨10%。它会涨得比大盘还多，那大盘如果跌10%，它会跌得比大盘还多，所以代表相对大盘来讲，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那我们贝塔小于它是进不来嘛，所以后来我们就用那个 Sharpe ratio 嘛，你调整过后的这个那个报酬来看，那这个它才可以进来。那为什么刚刚你又提到这个资产组合？如果说我们都是看个股的贝塔小于1，大于1都不能进来的话，那有一些公司真的没办法进来，我们觉得这也蛮可惜的。那后来我们就想说，那其实我们应该是用整个投资组合的概念。投资组合里面有不同的各的一个标的嘛，有的大于1，有的小于1，可是 overall 来看，它如果整个是小于1，那我们就可以接受。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我们有核心的资产，我们也有卫星的资产。那这个卫星资产的概念是在2023年下半年，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有聘专业经理人嘛，专业经理人有把业界的这些专业知识再带进来。他是所属在学校的办公室，我们就整个，所以他是学校的员工。对，他现在是学校的员工，我们就聘进来。所以我们是一开始是有老师嘛，现在又走向更专业一点，聘一个专业经理人，但是他还是安得在我们这个办公室。对 ，OK， 所以我还是要负责任的这样。对，了解，不是这跟委外完全是不是聘一个人进来。哇，所以以后可以预期就是可能他会有一个团队，而且当规模越来越大，他的人数可能越来越多。其实现在就是一个团队，现在大概我们是4个人，2个老师，1个助理，然后1个专业经理人。如果随着规模变大，当然一定会再增加人数。那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像我要做再平衡，其实跟 portfolio 的贝塔值很有关系。比如说，因为台积电占很大，它整个 portfolio 的那个波动度跟大盘联动就会很高，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吗？应该是说你的资产组合里面一定有各个不同的标的。如果你有一个标的它一直涨，它一定是跟你之前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占的比例啊。那它如果说它本来占你这边20-30%，结果忽然间它占你整个是70%，你就太集中了嘛。太集中，万一有问题的话是不太好。所以你适度的平衡，让它可以回到你可以接受的这个范围，那一定是先处分嘛。如果它是往下走的话，你也可以适度的再买一些回来，就是再让它回到你原本所期待的这个区间这样子。对。那我知道，像学校从5000万到48亿，其实除了我们投资的绩效不错以外，还有很多校友会捐赠嘛。像捐款跟投资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举例，我假设一个状况好了，我是一个企业家，我在2020年。就是在 COVID 爆发的那一年，对，我捐了1亿元进来，对啊，或者是更多5亿元好了，它是一大笔钱，对，然后可是那时候盘势就是不好啊，然后而且状况那时候2020年那时候我回想一下状况，那时候是大家都不知道会变怎样，而且不确定性非常高。那这时候这笔钱进来，校务基金会怎么处理？去加码吗？还是就 parking 在那边？然后 parking 在那边的时候，会不会那个大家会有话讲，或者是捐款人要怎么沟通之类的？是，这是个好问题。我们的确是遇过我们在2020年那个疫情的时候就遇过。疫情的时候，
它有一阵子都一直垄断嘛，其实是跌得非常深嘛。那当时的确也有一位社会人士，他的确是有一大笔的钱进来。那我也不瞒您说，我在当时的校级会议，我跟那个委员说啊，假设我们手上是有更多资金的话，这个时候我倾向是大买的啊。为什么？就像我们选择的标的，其实已经有一些筛选了，这些都是体质好的，那也是全职股，那我觉得经营的也不错。但现在不好是因为市场，因为 COVID-19 一来，各国都一样嘛，不是这些公司的问题嘛，那它跌。一定会跌啊！市场在跌，它怎么可能不跌？大家都恐慌就一定会抛售嘛。抛售，所以连黄金那时候都不太行嘛。就是这样。可是你要想当时那时候应该也是它最便宜的时候嘛。如果你有资金，你为什么不加码呢？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选择适度的加码进去。所以在2021年，我们当年度我们创下的。从创立以来的历史新高。如果说当时没有这样子的操作，其实是不太可能的。那很多人可能会 challenge 说你这是结果论嘛？可是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在那个氛围之下，你也要做决定的。对，所以我也没你已经有做这个决定，就绝对不是结果论了。对，所以我也不是说我预期到2021年一定会怎么样，只是说我认为我们的标的是可以经得起我们这种制度。然后来虽然是在空头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是用这种方式。那当然，这种方式就要回到你的标的不能乱选，这才是对的。所以我常常在说，如果市场很恐慌的时候，大家先不要做任何决定，你应该回头去检视你的 portfolio， 你当初为什么持有这些嘛？如果你当时持有这些跟现在想要持有这些没有改变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必要在波动的情况之下去改变你任何决策。然后书中我有一个印象还蛮深刻，就是说他说校务基金的风险其实除了市场风险大家都理解嘛，就市场就是有时候大涨、大跌或者波动嘛。可是其实还有其他风险，比如说营运风险、治理风险、人才风险跟永续风险。那我看到这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很陌生，就是市场风险，OK 了解，营运风险是什么，治理风险是什么。而且我看的内容以后，我觉得好像跟个人有点关系，然后可是又没有那么透，我就想要请教老师，就是说营运治理风险还有人才风险这些是什么呢？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一直想传达一个概念，说一般我们所认知的风险都是大概就是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很多人都是认识这样子。可是你一旦在投资不管你是法人、机构法人或是个人，其实你的投资不是只有市场的风险还有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些嘛，那营运风险也会有，法人他会不会有按错单、下错单的？有可能也会，当然是会有OK， 会不会制度不够清楚？各位我们在新闻上常常看到，那个人呢？个人你有没有过度频繁的交易？这个都是会有嘛，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适度的你要知道说风险在哪里，那才让那个风险给降低。那在治理谈的就是制度跟监理嘛，从这个法人来看。那如果从个人来看的话，应该是说你有没有一个可以约束自己的。如果你没办法约束自己的话，你可能会受到市场情绪上的影响，然后做出一些当时不合理的决策，让你没有存在这个市场上。那我讲的治理的风险，应该是法人讲的就是怎么样建立这个制度，怎么样建立它。个人是说你要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是可以让你自我约束的。那什么是可以自我约束？你就自己要去理清楚嘛。人才的话，你校务基金一定要人才这个没有人才，没有团队，这是没办法运作的嘛。那个人呢？个人所谓的人才，我是指说，其实整个社会市场它是不断的在改变的，所以你的知识跟能力有没有办法随着市场的改变而提升？这个我觉得是在个人方面。所以我觉得人才在法人讲的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可以专业上或能力或团队合作，让他继续走下去。那个人的话，我讲的就是刚刚我所讲的那一块，就知识跟他的那个能力要提升这样子。那永续的话就是很清楚了嘛，教育他那个一定是要有永续的。个人的永续是什么？个人的永续，人是有生命寿命的个人的永续是说，我可不可以让我的投资这个框架在不同的市场的环境之下，它都能够存活？这个是这样在解释的。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了解。这本书虽然在讲那个校务基金的一些操盘的一些过去的历史跟内容，但是其实这书中我觉得很贴心的地方，有讲到一个个人的部分，对，就是说，然后而且把校务基金的做法，然后 apply 到个人身上。比如说我念一下书中写的东西，比如说校务基金每年都要做个复盘吧，大家在公司上班都会知道，我们每年都要开一个年度规划，大家先检讨过去，再展望未来嘛。那校务基金也会这样做，然后老师还做了一个个人版的，比如说这种我们要怎么样校务基金的做了复盘，怎么 apply 到个人上。他说比如说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比如说我的工作与生活形态是不是改变了，我的风险承受度是不是与去年不同，我的短中长期的目标是不是需要微调，现在的策略是不是能够支持此刻的我的投资框架是不是要升级，我的操作流程是否足以避免情绪化。 OK， 这大概是这6个问题。那这6个问题老师当初是怎么把它归纳出来，然后这6个问题可以帮助大家如何去做好投资理财，然后他这几个问题老师是怎么收敛的。所以听起来应该是说那个复盘那一块嘛。对，其实复盘其实最大的核心价值并不是去回顾过去我认为是在校准现在的自己。校准现在自己，所以你是看过去已经过去了嘛？对，那现在自己要调整嘛？那为什么要调整？人有人生周期里面，你有可能随着年纪，你的收入会改变的，你的责任会改变的，对不对？还有你的一些负担也会有改变，比如说结婚啦，对，生小孩这种人生比较重大的转变这样。对，那有一些旧的投资的策略或思维，不见得是可以随着人生周期而一样嘛。那你说经由这个复盘，你强迫你自己，就复盘就是你要强迫一段时间，你要回去看一下，检视一下你过去既有的框架的投资框架，还有它的投资的思维，还有它的风险的承担，到底现在还可不可以适用嘛？如果不能适用的话，那你一定要做一些调整嘛。所以我当时在谈这个复盘，主要是在提醒个人投资者，其实因为我们是有人生周期的嘛，你的责任、收入跟你的期待都会不一样，那你就要随着你的人生周期来做调整。这个就有一点好像是说，我们好像为我们自己个人做一个财务的见解一样。那如果说你强迫自己去检视，那你建立了一套制度，不会随着这个情绪上的操作的干涉的影响，而且是随着你的人生周期而能够做调整，这个我才是觉得它是一个复盘的价值。我觉得老师讲的非常对，其实不是我们去后悔或者是反省过去做了对做错，而是校正自己的目标跟你未来的做法是不是需要做调整。没错，对，我觉得这个复盘，而且我个人的心得就是这种有心得，就是有系统的一条一条，然后去反省自己，然后甚至我现在还会把一些我自己的那个状态啊跟 AI 讨论，我觉得他还给我一些蛮好的，对，然后我也觉得这个校准，因为有时候自己财务可能只有自己清楚，然后可能跟别人讨论你也不方便啊，跟亲戚讨论，可能他们也想法可能跟你不一样，或者他们也不懂，所以我觉得跟 AI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然后我也觉得复盘是一件对大家会非常有帮助的事情。是，的确是这样，没错。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事情，欢迎大家参考一下这本《纪律长赢》这本书，谢谢。好，谢谢有志，谢谢主持人，谢谢。